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日新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2023级本科生彭一航，就是今年大2。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接受采访的女生啊，名字叫做彭一航。最近啊，她在台湾火了啊，台湾的媒体称之为仙气飘飘的女生，简称仙女啊，引来了无数媒体对她的报道啊，也引来无数人对她的好感啊。但是我觉得说是让我觉得很佩服她的是她的才艺哈，确实是多才多艺。是除了是学校的功课很好以外，我是以一个长辈的心态来看，人家功课又好，是学霸。然后我蛮讶异，他除了说是功课念书念得好之外，又会跳舞，也会跳舞芭蕾舞。这彭一航呢是清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2女生，今年只有20岁啊。据说呢还是清华舞蹈队的常务副队长啊。这芭蕾舞啊，中国传统舞蹈啊，样样精通，同时还是个学霸。北京的大名鼎鼎的人大附中毕业的啊。这彭一航呢是在11月27号参加大陆师生访问团到了台湾。原本呢，这个访问团呢，明星荟萃啊。比如说，这访问团里最大的腕是谁呀？马龙啊，6届奥运冠军金牌的得主啊，2轮大满贯得主啊，那在台湾的人气是非常高的啊。中国奥运桌球金牌选手马龙一现身，球迷疯狂尖叫，还有一旁的射击金牌杨倩立刻成为镁光灯焦点。还比如说，杨倩也是奥运冠军，女子射击冠军啊。那这些人都是大腕啊。但是没想到，这彭一航到了台湾之后呢，很快就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关照。一个是啊，他长得眉清目秀，秀外慧中，同时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落落大方，同时呢，说话还比较得体，所以一下就引来了媒体对他的关注，甚至从某种角度啊，都抢走了马龙的风头啊。那于是乎呢，围绕着彭一航呢，在台湾社会就引发了一轮争议。比如说蓝营的很多人就说，我觉得真的是多才多艺哈。然后，但这种让我们以我这种年纪看他这种年纪来讲的话，就是长辈在看一个小女孩，然后多才多艺。但是我特别要讲，为什么这次我很感慨？其实以前台湾人是很有自信的，为什么在民进党执政这几年以后变得这么没有自信？那绿营的很多人就急了，他说：“我告诉你，这就是统战，大陆就是统战。”那民进党的沈伯洋就说了：“从早期这个马英九开放这个自由行以来，在第一批、第二批的时候都已经有解放军的这个退休的人来哦，那何况是现在由直接的共产党员过来？大家不要觉得运动归运动，政治归政治，对他们来讲呢，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的一部分。他们有政治的目的，想要借由这些人，不管是从刺探机密，然后还是呢去吸收这个对共产党会有好感的人，又或者呢去台湾找统战的样板，这是中国非常经典的，也是写在教科书上面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国人对此不得不慎。所以啊，围绕着彭一航啊，在台湾社会也引发了一轮争论。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大陆师生团访问台湾背后两岸之间的明争暗斗的故事啊。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大陆师生团访台的背景啊。大家都知道，过去啊，自从民进党在2008年上台之后，两岸之间的官方交流基本就停滞了啊。因为大陆认为台湾不承认9·2共识嘛，而台湾呢也要坚持啊，两岸要平等交流嘛。那么在疫情之后，别说官方交流了，就是民间交流基本上也停滞了。比如说两岸之间过去还有那种城市交流，上海和台北之间的双城论坛，柯文哲不是过去还到大陆去访问吗？到疫情之后基本也停止了。现在好像这蒋万安又重新恢复了，但是一点点缝。比如党务之间的交流，过去国民党还率团访问大陆，现在基本上也都停滞了啊。最可怕的是，你比如说两岸之间的旅游交流，现在基本上也没有恢复。比如说大陆啊去台湾啊，现在陆客去台湾仍然没有开放。那台湾的陆委会就已经统计了啊，大陆去台湾过去1年只有22万人，而台湾去大陆呢有122万人。那你想想，这中间差了5、6倍。那台湾的体量多小啊，大陆的体量多大了，这完全不匹配啊！就是因为台湾没有开放陆客到台湾旅游的这个政策，双方之间就较着劲嘛。所以啊，你就知道民间交流现在基本上也是处于这种冰封状态。那这种冰封状态，客观来讲，对两岸之间的关系确实没什么好处啊。一方面增加敌意，另外一方面呢，互相不了解嘛。在这种情况下呢，马英九就出面了啊。马英九大家都知道，退任的中华民国这个总统啊，
他很早就想去大陆访问，但是后来呢，台湾专门出台了一个退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你多长时间之内你不能随便到大陆去。马英九呢，也一直没去成。但是去年在2023年的时候啊，在他这个禁令解消之后，马英九终于踏上了大陆访问。应该说他这次访问呢，也算是比较有历史意义的，因为他是第一个退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啊，踏上大陆的土地啊。我今天早上在这个中山陵看到的国际照片，那张比较年轻比较好，为什么不用？你知道吗？您觉得那张比这张要好一些？多了，哦，其实两岸都用这张。对，这张比较实用。可是我那天看到，刚早上看到那张，要是我还有权利决定的话，会用那张。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矣，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来看到我祖父的坟，内心非常感动。我多年来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让祖先呢听到我亲口告诉他，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我们都照着他的遗训在做人做事，相信他能够在天之灵呢得到安慰。那么紧接着在今年4月份呢，马英九又去了第2次大陆。这一次呢，去大陆的时候，他的地点呢启程地是在深圳。他要用 AI 技术，他每个人要单独做一个调音师来当他的主持。这里面用了我们会议的一些 AI 技术，紧接着又去陕西参加祭皇帝陵，到皇帝陵的时候又抹眼泪，然后又去了北京，到北京爬上长城，又唱长城谣又抹眼泪。马英九也确实因为年纪大了落叶归根的这种心态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几十年出生在中国的香港一辈子也没回过大陆，那最终于以退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回到大陆，想起来自己的山河故国那种种那个魂牵梦绕的那样一种心态所以那情感难以控制得住那么第2次去大陆的时候呢，又在人民大会堂见了习近平。你好这个脸吧，这马英九去大陆的时候呢，他不光自己去，他每一次去的时候带了30名学生。这30名学生呢，就是马英九基金会他招的大9学堂的学生，都是台湾的大学生要进行两岸青年之间的交流。马英九的讲法就是，青年之间交流了，互相有情感认同了，两岸之间呢可能敌意就消弭了这个想法还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对的那马英九回去之后呢，按道理来讲应该礼尚往来那礼尚往来，那习近平不可能去台湾，那退任的温家宝也不可能去台湾，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于是大陆就组织了一个叫大陆高校师生团去访问台湾，就是跟马英九的那个大9学堂那30名学生呢是相对等的于是，在去年有了第1届大陆高校师生团访问台湾。欢迎您来到台湾。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率陆生访问团抵达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促成这次学生交流有指标性的意义。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两岸中断交流，那甚至一到兵凶战危的时刻，第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大陆大学的代表团来访台湾，所以我想这个对两岸和平以及这个舒缓情势紧张有重大的指标意义。访谈中的一大亮点就是曾拿下奥运金牌中国退役桌球名将丁宁也来了，第一站直奔护国神山台积电。这一次呢是清华大学的这个党委书记邱勇院士一共是41名访问团的成员，7所高校的37名学生也参加了这次的访问团。那么2次这个大陆高校师生团访问台湾呢，行程定调基本上就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文化参访，第二个呢就是体育参访，第三个呢就是青年交流。所以你看它的行程你就看出来了，要参观台北的故宫，参观孔庙参观日月潭，参观101大楼，同时呢参观这个台湾的这个棒球运动场什么之类的最后呢就是跟台大的学生跟蔡英文的这个母校台北的中山女生的学生进行交流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交流项目
那么在整个参访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新闻。第一个就是彭一航事件。这彭一航啊，为什么能引起台湾媒体的关注啊？在我看来啊，这彭一航这个小女生非常符合台湾人的审美，就是说说话的时候落落大方啊，但是讲话的那种基调啊，她非常低调。确实，我就是觉得，我其实当时还学了一下那个林安泰古措的闽南语，但我发音不太准确，就是可能是林安泰古措，是吗？可能不太准确，但我努力了。虽然表达的不标准吧，但是呢，给人感觉，他是想接近台湾的这样的一种本土文化，这种样子，这种状态，应该说是非常符合台湾人啊那种对女生的那种期待的。所以彭一航到了台湾之后，立刻就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所以很多人对他夸赞不已啊。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得漂亮嘛，长得楚楚动人嘛，长得像奶茶妹妹，长得像刘亦菲呀。因为这个，我个人讲的，什么叫普世价值？这漂亮就是普世价值，你不漂亮就是很难获得别人对你的普遍好感。那你漂亮了，那人们就是容易对你获得好感，这是人性决定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彭一航在台湾获得了这么大的关注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漂亮。当然，其次就我说的后面那个秀外慧中的那样一种表达方式啊。不管怎么说吧，这彭一航也好，包括马龙也好啊，在台湾的确掀起了一轮旋风。这轮旋风掀起来之后，那沈伯洋就不干了。沈伯洋就说了：“我告诉你吧，就这些人，大陆的就没有什么交流团，所有的交流活动通通都是统战，没有真正的交流。你要知道，这些人呢都是共产党员。你看那个郝平了吗？你看了那个邱勇了吗？他都是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啊。这些看起来这些小女生，那都是共青团员或者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组织啊。台湾你跟他们交流是不是？他说台湾现在没有立法，按道理来讲应该限制共产党员到台湾才应该。现在台湾的法律啊，只有特殊情况下才禁止，所以这是个法律的漏洞。紧接着他就讲了，上一次呢，我们台湾的总统这一个行程相关的泄露，就是因为他们举办相关的扯铃的运动交流，然后透过扯铃教练，再去透过扯铃教练去接触了这些机场的人员，然后最后呢去泄露这个我们相关的机密行程，所以对他们来讲呢，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的一部分。那蓝营的就开始批评这个沈伯洋了啊。一个大学2年级的女大生就把民进党给吓傻了吗？那你这个精英参访团，人家找了年轻人来，结果呢，我们这些老人们、这些大人们这么的小气，上不了台面，这么的贻笑大方啊！那如果你希望各种组成分都应该有，都应该来台湾，那你就不要限制这么严格，你就开放两岸自由的来往，那大陆什么样的人都能来，对不对？那不就是你不让见吗？不就是民进党政府在从中作梗，一定要把两岸切得越远越好吗？我觉得民进党的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实在是显得太小家子气了，没有必要。双方之间不可开交的就打起了嘴仗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12月1号这一天啊，就是这个大陆师生访问团到台中的洲际棒球场去参观。棒球啊，在台湾那是全民运动啊，跟日本差不多啊，而且台湾的棒球水平确实也比较高。前一段时间，那不是台湾在世界12强比赛过程中击败了日本，夺得了世界冠军吗？整个台湾都沸腾了啊！对于台湾人来说，那棒球就相当于美国的这个，当然也是棒球了，还包括美国的 NBA 的篮球啊。所以民众对他的认知度、认可度那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呢，在他们这次大陆师生参访团中间，有一站是到台中的洲际棒球场去体验棒球运动。马龙还跟台湾的那些人还交流，说怎么打棒球啊，什么之类的，怎么学棒球啊。
参访完之后呢，就接受媒体采访，结果这个时候就出事儿了。这一次我们台湾队在12强里面拿下世界冠军，对于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的感想吗？我先代表这个师生访问团向中国台北队获得世界冠军表示祝贺，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陆和台湾同胞可以像这个中信兄弟你们 brothers 一样，我们一起为这个祖国在棒球这个领域的更上一层楼，一起努力，一起进步。这句话说完可不得了了，立刻在台湾社会就炸了窝了啊！为什么会炸了窝呢？这里头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宋思瑶讲到了说中国台北。这中国台北这个词啊，在台湾基本上不能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参加体育比赛啊，两岸之间确实有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被称之为洛桑协议，就是说台湾要参加国际奥委会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去参加。这中华台北，台湾人有一些人可以接受啊，他们理解这中华台北啊，就是中华民国台北嘛，所以其实并没有被矮化。从大陆角度来讲呢，之所以不叫中国，说叫中华，实际上中华更多的是一个宽泛的文化概念，所以这是两岸当年在气氛友好的情况下达成的一个协议。所以台湾认为正式的名称叫中华台北。当然了，也有很多台湾本土意识比较强的人认为，就是台湾队就不能叫别的，叫中华台北已经非常勉强了，甚至也已经都有点不太舒服了，你还叫中国台北，叫中国台北，那就是吃台湾的豆腐啊。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说什么祖国的棒球事业，那啥意思啊？祖国的棒球事业，那不就是把台湾看成是大陆的一部分了吗？那不是我们台湾就是归你们管了吗？你们大陆有棒球吗？没有啊，他棒球只有台湾呢。那你说祖国的棒球事业，你不就是认为台湾取得这个世界冠军也是你中国的世界冠军了吗？那不行，这又是吃豆腐。所以啊，大家就开始拉开架势，批判宋思瑶的这段言论。邀请中国女学生到台湾来学习、来观摩的，不是台湾的自由跟民主，而是让这位女学生来到台湾吃台湾的豆腐。请问马英九，你身为前台湾的总统，如此的自降国格，你对得起台湾国人吗？一般都会觉得不舒服吧？中华台北为什么要叫中国台北？很奇怪。之前已经有讲过中华台北，其实已经有一点点争议了，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不直接讲台湾队，要讲中华台北？这样讲蛮不舒服的。就会觉得有点像是蹭热度吧，对啊。应该说宋思瑶这段言论呢，不光是绿营在批，蓝营很多人也不认可啊，也包括国民党的一些立委也认为这就是台湾队、中华台北队，不能叫这个中国台北队啊。当然，马英九的基金会，他们在回击啊。两岸的用语就不一样嘛，而且重点是他是在祝福跟称赞我们台湾队拿到世界冠军，结果我们的民进党的政客去霸凌他，说他不应该讲中国台北。那我昨天也讲了嘛，蔡英文跟赖清德讲的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中国台湾啦，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啊。所以我不知道那些民进党的立委在抗议什么，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颠倒是非，然后去误导国人呢？不要去霸凌一个小女生啊！说嘴仗打得不可开交，但客观来讲啊，那实际上按道理来讲，就是应该叫中华台北，不能叫中国台北。两岸之间过去啊关系好的时候呢，大陆这边称台湾的这个队都叫中国台北。但最近几年在大陆搞的体育比赛，有的时候你可以听那解说员，中央电视台的解说员就是把台湾叫做中国台北。其实呢，这是违反两岸之间洛桑协议的规定的，因为协议上讲的就是中华台北，不是中国台北啊。叫中国台北确确实实是在吃台湾的豆腐。这一点我个人觉得这个不管是蓝营也好还是绿营也好啊，对这一点的批判呢，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啊。那整个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团啊，的新闻呢，大概就是这些啊。接着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大陆师生访问团的这个看法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大陆师生访问团呢，它到底呢是不是一个统战团呢？就是像沈伯洋所讲的，是不是到台湾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战的呢？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就是啊。应该说这个问题啊，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在大陆生活，同时我在大陆的媒体也工作过很多年啊，我对大陆的这一套宣传体系那是非常了解的。大家来听我来分析一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吗，这个参访团的成员都是精心挑选的，
这中间大牌明星马龙，6块奥运金牌得主，历史上中国奥运冠军最多的一个人啊，身材保持的又非常好啊，那是偶像明星啊。他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要知道中国的这些奥运冠军啊，最后都要到大学里镀金，包括这个杨倩呢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啊，所以呢他参加这个参访团呢名正言顺。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奥运冠军参加这个参访团，那目的是什么呢？那是个展示大陆这个学生访问团中间的豪华阵容啊！你瞧瞧，我们大陆的学生，我们不但能学习，同时还能在奥运会上拿冠军呢。你们台湾行吗？不行吧？做不到吧？这第一。第二，其他的那30几名学生也都不一般呐，肯定都是精心筛选出来的，不是说你什么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参加的。那陆委会啊，当时啊面对大陆师生访问团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有道理的。在陆委会的看法，这样的他这一次的团，整个的组成当然是有精心挑选，有精心挑选过的。那我们认为正常的状况之下来的学生应该是各式各样、各种意见、各种成分都有的，这样才叫做正常。就是精心准备的，它不像是一般的参访，像是去参加奥运会，不觉得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来头，每一个人的履历，你去看一下，都是非常非常经得起你各方面审视的，都非常过硬，要么是学霸，要么长得漂亮，还是舞蹈队的，让你看完之后你爱不释手。这是这个第二点啊。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学生啊，他们在这里头说的话都是经过培训的，不是他们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家有没有留心到啊？这些学生啊，讲话过程中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好。首先就是感觉一下飞机，就能体验到当地台湾同胞的热情和好客和友好。然后我们当时下午也去了中山女子高中，然后有非常可爱的小妹妹们就是追着我们跑，然后也感觉像是回到老家探亲，然后家里的妹妹们非常亲切，就非常的幸福。比如说昨天晚上去9份，我们就感受到了特别多的这个善意，然后包括欢迎我们再来台湾的这样一些热情，所以很开心。那么也对接下来还剩1天的这个行程也很期待。所有学生回答如出一辙，全是这套嗑，全是这套话。这套话你以为是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吗？肯定不是，肯定是这个参访团出发之前，有关部门国台办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台办对他们进行过长时间的培训。你到了台湾之后，你讲什么话，你就要强调两岸之间文化认同，两岸之间回家宾至如归，亲切万分，就是这个意思。一定是经过培训的。还比如说，讲到日月潭，感觉之前因为我们前天的时候去过日月潭嘛，对吧？在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描述日月潭的课文，是和我小时候的憧憬，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在我小时候翻到那篇课文的时候，我发现就感觉课文中描述的好像还没有实景那么美，实景让我更加的憧憬且更加的心仪一些。我特别想去的是日月潭，因为当时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学到了一篇课文，就是讲的日月潭。然后当时它的描述是，北边像太阳，就是圆圆的太阳，所以它叫日潭；然后南边是像弯弯的月亮，所以叫月潭。然后合起来呢，就是叫日月潭。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岛，将这个日月潭分成了2边，所以我就一直都梦寐以求，想来这边看一看。因为我当时学完这个课文的时候，其实做了一场梦，然后梦到了日月潭，所以我就一直想验证一下我梦境中的日月潭是不是真实世界中这个日月潭。几乎每一个学生在回答日月潭的时候都是一套，哎呀，我们魂牵梦绕，想要去日月潭呐，想要去到那儿去看呐。看完之后，哎呀，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啊！这日月潭真的是太美了，太美了。虚伪，为什么虚伪？说句心里话，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去没去过日月潭啊？我是去过的哈。我觉得日月潭的景色也就那样。如果说你生活在大陆，你见惯了大陆的名川大山，你到日月潭看完之后，你一般来说心里都会有一些失望，都会有一种哎呀，这小的时候课本写的这么漂亮，这看完之后非常普通嘛，
那跟西湖没法比，跟这个北京的北海公园也没法比，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景点。那为什么这些学生都会不约而同的说：“哎呀，魂牵梦绕，见到之后终于是……”哎呦，这什么声音呢？吓我一跳！啊，终于见到日月潭了，就跟自己想象的一样。就我自己去日月潭的那种感受之后，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要我说，台湾的这个风景名胜啊，跟大陆确实没法比。因为大陆的地域辽阔，山川各种，这个地方大嘛，所以各种各样的景点都有嘛。你台湾就非常小嘛，你怎么能比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经过努力培训之后有意识传达出来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话赢得台湾社会对他们的好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这个参访团，你说它就是统战团，没有一点问题。应该说，大陆的这个统战啊，这些年来啊，它也有一些变化。这种统战不像早期了，国民党和大陆时期，国民党拿个大喇叭在金门那个地方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共产党这边搞气球往台湾那边飘，搞一些什么什么之类的。现在这种统战都升级了，升级就是说软性统战。这种软性统战就是润物细无声的，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逻辑是展示中国之强大。想象了吗？去奥运会夺得了那么多金牌，能够让台湾人也在这个过程中间，让你觉得，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你也能分享到这份骄傲。马龙他们就扮演这个角色，而彭一航这些人呢，扮演的就是说，你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这样的，那中国社会是不是现在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呢？你台湾是不是也赶紧回到大家庭里头来呀？其实统一的目的，统一战线的目的在于此。那紧接着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台湾面对大陆这种统战式的交流，究竟应该怎么面对？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沈伯洋他们这种做法，我是完全不赞同的啊。你说什么台湾总统的那个行程被大陆体育交流，然后都给搞去了啊，然后就泄密了，这怨得了大陆吗？你自己的总统府的行程，你不自己看好吗？人家体育交流过程中间都给你打听到，这说明你自己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啊。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不能逢中必反，确实你不能主动关起门来。你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不能来台湾，大陆就是一个党国体制，这个社会中间稍微有点像样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年轻人稍微优秀一点的都是共青团员。我们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几乎班里头所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你能说这些人你就不交流啊？那你就没得可交流了，你最后只能跟法轮功交流了。法轮功李洪志过去他一定也是共青团员，你不信你问他，他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共青团员，你不交流吗？所以啊，面对大陆的这种统战式的交流，你拒绝，在我看来是非常错误的，也不明智，因为你拒绝交流就会带来对对方的不了解，就我说的就会带来误判。第二个方面，如果我们交流的话，台湾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跟大陆交流？面对大陆这种统战式的交流，在我看来啊，其实台湾就是应该在交流的过程中尽量展示台湾的优势的那一面，台湾价值。所以我看了马英九基金会安排的这个大陆师生参访团的行程啊，我认为这个行程其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参观故宫、参观孔庙当然没有问题。那么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做法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暗含的逻辑：中华文化的根在台湾，你大陆现在你孔庙你祭文都没有了，台湾还在搞祭孔啊，对吧？祭孔中间还有仪式啊。那么故宫这些文物也代表了中华正统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呢，这没有问题。但是啊，你搞这个101参观，甚至体育参访啊，在我看来意义都不大。为什么呢？101大楼，台湾人很自豪。但从现在大陆人去参观101大楼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了，也大多数人的想法就是不过尔尔。你跟上海的浦东能比吗？你跟北京的那个 CBD 能比吗？比不了了。台湾现在跟大陆要相比啊，你比经济城市建设的繁荣，你比体育之间的成绩，那你肯定是比不过大陆的。那台湾的优势是什么呢？台湾的优势就是台湾的自由、民主、包容、开放的社会嘛。
那么台湾在交流过程中应该尽量展示现在的台湾的主体价值，但是这个行程中没有能够体现台湾主体价值的这部分的这个行程，所以我就不太理解啊，为什么不让这些师生参访团去参观台湾的立法院呢？那可能有人会说，这两岸之间的交流要去政治化啊，但是参观一下立法院，在我看来，这其实也不算是政治嘛。或者说你不去立法院了，立法院比较敏感，去一下台北议会，去一下台中市议会，看看台湾的市议员跟市长之间是如何打交道的。就在这几天，这个师生访问团访问台湾的时候，那台北市议员还在询问这个蒋万安。打桌球，奥运3朝元老，其实他是大满贯。如果打网球是到费德勒，打桌球刘马龙。那马龙你认识吗？我不认识，我知道他。你觉得他可爱吗？可爱。那你被统战了吗？然后台中的议会呢，议员就问那个卢秀燕，陆生说祝贺中国台北队，你的看法是什么？还提到了祖国，你的看法是什么？报告议员哈，对于这位陆生的说法，到目前为止，陆委会没有评论，也没有做法，谢谢。陆委会怎么会没有评论？陆委会已经有评论说这严重伤害到台湾人。怎么会没有评论？市长，你以一个台中市长你也没有评论吗？你到底是不是台湾的一份子？你也穿着球衣去替这个棒球队，台湾的棒球队加油。你是在替哪一队加油？难道你替中国台北队加油吗？你替台湾队加油，中华队加油，还是你替中国台北队加油？请你回应，请你说明，你替哪一队加油？你怎么会没有评论？还是一样，我替台湾队加油。好，你替台湾队加油。然后第二个，那么对陆生提出，到目前没有评论。你说，你可以看到，就台湾的政府首脑跟议会之间是怎么打交道的，这才是台湾的主体价值啊，这才是台湾社会面对大陆的时候其实最不同的地方啊。你应该让大陆来的学生去看这些呀，去接触这些，交流这些呀，这样的话呢，才能体现不一样，才能让人觉得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价值，确确实实跟大陆不同，而且呢，它有保存下来的这个意义。可惜没看到，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基金会这个行程的设计有问题。当然，我也不知道马英九基金会是不是跟大陆交流过程中间，大陆不愿意去参观这些地方，那我就不清楚了。但我觉得，就算不愿意，也应该坚持，因为交流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你不能只交流大陆的优势项目，你要也交流一些台湾的优势项目，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一点第二点，如何破解大陆的这种叫统战式的交流团？在我看来我刚才讲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参访团的成员，他们讲的话都不是他们自己内心的，都是经过培训的，都是经过组织安排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12月3号这一天就是那不是因为宋思瑶讲的那段话触眉头了吗？这个宋思瑶的这段话在我看来一定是个意外状况，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应该说没有经过事先培训到这个程度，导致了宋思瑶说了中国台北，说了祖国，这件事情一定不是大陆这个参访团的官方授意，于是出了这个状况出了状况之后，第二天呢，他们不是去台大去交流吗？台大很多学生在底下抗议特别用简体字举标语写下“亲，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有同学带了相关书籍想送大陆学生，校方上前关心，双方还起了些小争执。那于是乎呢，那有记者就问：早上交流的怎么样？有被场外的同学们吓到吗？不会，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跟同学们交朋友、多交流的这样一个心情去面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同学的。我可以肯定的是，12月1号宋思瑶那个话说完之后，当天晚上他们那个参访团晚上一定开过会，一定研判过这件事情的延烧的程度，一定培训过接下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该怎么讲。就我说的，
就所有这些学生面对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的话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话，全都是官方培训授意的讲话，因为他没有自己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自由。那么在我看来，那台湾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统战式的参访团呢？就要想办法把他这层壳给他戳破了，就是戳破了，就是这些学生来，他们其实讲的话都不是真话，你听得再漂亮的话都不是真话，都是培训过的。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在3号那一天，有一个那个记者问那中山大学那个学生叫赵新晨，青年都同根同源嘛，我觉得大家的生活习俗其实都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对。同根同源有包括民主自由吗？你们两个都交到很好的台湾朋友呢？有，我们在文化大学都有一个同学，他在文化大学交流之后，当然了，我说啊，就是这个记者当时提问的方式有点不太礼貌，上去就直接问这么一句啊，给人感觉让人下不来台。但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提问的内容非常重要，这种提问的内容啊，它就会戳破这些大陆参访团这些学生他其实讲话的禁区，因为民主自由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他们不敢随便回答，甚至培训的过程中间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么不知道如何回答，你问他的时候他就只能不回答。当他们不回答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其实这些学生是没有真正表达自己到台湾真实感受的权利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我就为什么说沈伯洋他们这些人其实那个拒绝接受交流的那种方式不高明呢？真正的高明就是你欢迎他们来，但是欢迎他们来的时候，第一要呈现台湾的那种真正的这个内在价值，第二要想办法把大陆的这个宣传团、统一战线团的那种外表光鲜，内心实际上其实是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的那种方式把它戳穿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明啊！你瞧瞧我境界多高啊！台湾把我迫害成这样，5年都不能入境，是不是？你看我还在为他们出主意，这就叫境界呀！台湾啊，民进党政府，你们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大陆这样的一种咄咄逼人式的宣传方式？听我的话，我个人觉得下次在应对的时候，你们不就有更多的经验了吗？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何况是现在由直接的共产党员过来，大家不要觉得运动归运动，政治归政治。一个大学2年级的女大生就把民进党给吓傻了吗？在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描述日月潭的课文，是和我小时候的憧憬是非常接近的。当时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学到了一篇课文，就是讲的日月潭，然后当时它的描述是我先代表这个师生访问团向中国台北队获得世界冠军表示祝贺，然后我也同根同源嘛，我觉得大家的生活习俗其实都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对。同根同源有包括民主自由吗？